在一个昏暗喧嚣的酒吧内，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正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一群身着便衣的男警员混迹在人群中，享受着悠闲的下班时光。他们的目光正被舞台上的一名拉小提琴的女子吸引。女子名叫艾玛，是这家酒吧的常驻乐队成员。艾玛容貌冷艳，身材匀称，引得男警员们个个垂涎三尺。其中一个名叫约翰的男警员，自诩是风流倜傥的情场老手。为了吸引艾玛的注意力，约翰借着酒劲在舞池里跳起了脱衣舞，引来酒吧内其他宾客们的阵阵哄笑。可惜他的卖力表演并没有引起艾玛的任何关注。只见艾玛低垂着眼帘，自顾自地拉动着琴弓，仿佛整个世界的喧嚣都和他无关。约翰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地拉着同事们离开了酒吧。只是约翰不知道的是，艾玛在拉琴时之所以对一切漠不关心，只是因为她是一名看不见东西的盲人。艾玛已故的母亲生前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20年前的一天，年仅8岁的艾玛被发病时的母亲按住脑袋撞击镜子，她的双眼眼角膜因此被碎裂的镜片划伤。自此以后，艾玛的世界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好在长大成人之后，她养了一只聪明的导盲犬，有了这只导盲犬的朝夕相伴，孤身一人的艾玛才得以独立的生活和工作。她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治好自己的双眼，重新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色彩。然而这么多年来，艾玛始终没能等到与其适配的角膜捐献者出现。说来也巧，就在约翰和同事们在酒吧遇见艾玛的当晚，艾玛在下班回家后，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艾玛的主治医师白医生。白医生给艾玛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医院终于筛选出了一名与艾玛适配的角膜捐献者。听到这个消息，艾玛兴奋异常。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向酒吧老板请了长假，然后就住进医院，准备接受眼部手术。几天之后，白医生成功给艾玛完成了角膜移植。不过由于手术创伤会在术后一段时间出现水肿，再加上角膜植片和眼部组织之间愈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艾玛虽然已经恢复了部分视力，但看东西非常模糊和扭曲。想要视力完全恢复到失明之前的水平，差不多还需要数周到数月的时间。此外，艾玛在做完手术后出现了一种罕见的视觉延迟现象。所谓的视觉延迟，指的是人的视觉系统在接收和处理外界信息时，因生理机制或外部因素导致信息传递和感知滞后的状况。简单来说，视觉延迟患者眼睛里看到的即时景象，实际上并不是即时，而可能是几分钟甚至几小时之前的景象。艾玛的情况更加严重，有时候出现在她眼前的景物，她要直到第二天才能看见。尽管如此，艾玛在手术之后仍然满心欢喜，她坚信自己很快就能完全恢复视力。令艾玛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视力尚未完全恢复，危险已悄然而至。在做完手术2个月后的一天，艾玛从酒吧下班回到家时，因心情不错，喝了不少红酒，并在喝完酒后窝在沙发上沉沉睡去。深夜时分，一阵关门的声响和下楼的脚步声将艾玛从睡梦中惊醒。酒意未消的她随后迷迷糊糊地打开屋门查看，见到门外的走廊里有一个模糊的男人身影走过。艾玛误以为男人是例行巡查的公寓管理员，于是跟对方打了声招呼。男人见此情形，站在原地愣了几秒钟，然后低声回应了艾玛一声，便径直走下楼梯。艾玛也没多想，就关上屋门，回到沙发上继续睡觉。谁知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疑惑地发现自家的屋门居然敞开着。就在艾玛准备起身关门时，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了门口，并用一种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她。艾玛吓了一跳，等她定了定神，发现门口的男子已消失不见，屋门也已是关闭状态。艾玛怀疑自己出现了视觉延迟现象，刚才的男子可能就是昨晚出现在走廊里的男人。艾玛当时以为对方是公寓管理员，但这一次艾玛看得比较清楚，确认此人不是公寓管理员。既然如此，这名男子为何会深更半夜出现在自家门前的走廊里呢？再联想到昨晚听到的下楼脚步声，艾玛忽然想起了住在楼上的独居女孩丽丽。丽丽和艾玛的年龄相仿，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艾玛莫名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觉得自己见到的陌生男子可能是歹徒，而且会对丽丽不利。想到这里，艾玛赶忙牵着导盲犬，摸着爬到楼上，想要看看丽丽的情况。结果发现丽丽的屋门紧锁，艾玛敲了半天的门，里面也没有回应。丽丽像是不在家。心里忐忑不安的艾玛又下楼来到公寓管理员的休息室门口，想让对方帮忙联系上丽丽。不料公寓管理员此时也不在休息室内，
无奈之下，艾玛只得牵着导盲犬来到附近的警局求助。巧合的是，接待艾玛的警员正是2个多月前在酒吧跳脱衣舞的约翰。约翰在刚见到艾玛时，像是做了亏心事，脸上臊得通红。直到得知艾玛以前是盲人，2个月前刚刚做完角膜移植手术，约翰脸上的表情才渐渐恢复了自然。艾玛随后将自己目前正处于视力恢复期，偶尔会出现视觉延迟现象，以及怀疑莉莉出事等情况悉数告诉了约翰。但约翰却并不打算出警，因为他既不相信视觉延迟这种听上去匪夷所思的现象，也不认为艾玛昨晚见到的陌生男子会刚好是不法之徒。他甚至怀疑视力不佳的艾玛看到的所谓陌生男子可能只是一场幻觉。艾玛见约翰完全不相信自己，愤然离开了警局。哪知当天晚上，警方就接到一桩命案的报警，死者正是住在艾玛楼上的年轻女孩莉莉。莉莉是遭人谋杀，惨死在自家的浴缸里。发现尸体并报警的人是跟莉莉关系要好的一名女同事。女同事见莉莉一整天没去单位上班，电话也打不通，便带着莉莉此前给她的备用钥匙上门询问情况。没想到竟发现了莉莉的尸体。法医尸检结果表明，莉莉是遭人掐死，死亡时间是在昨晚深夜的12点钟左右。凶手是一个十足的变态狂，在杀死莉莉后，又对其实施了侵犯，然后将尸体拖入浴缸，清洗了自己留下的痕迹，最后还割开莉莉的腕动脉，放干了她的血液。此外，莉莉死时脖子上戴着一条十字架项链，经确认，这条项链并不是莉莉本人的物品，应该是凶手故意留下。警方初步认定，这是变态连环杀手犯下的又一起命案。早在3天前，本地就发生了另一起类似的案件，受害人也是一名年轻女孩，对方在遇害后，尸体同样遭到凶手侵犯，并被放干了血液。此时脖子上也戴着一条相同十字架项链。参与办理此案的约翰警员随后在排查莉莉周边住户时，见到了住在其楼下的艾玛。直到此刻，约翰才终于相信艾玛昨晚真的撞见过一名陌生男子，并且此人很可能就是杀害莉莉的凶手。可惜艾玛视力时好时坏，而且他隐约记得陌生男子长得十分普通，自己很难精准描述出对方的容貌。或许等到警方抓住此人，他才有可能认出对方。不过艾玛有一点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昨晚陌生男子在经过他的门前走廊时，身上带着一股浓烈又特殊的肥皂味道。艾玛由于长期失明，嗅觉和听觉变得十分灵敏，她自觉只要再闻到这种肥皂味，一定会识别出来。可是艾玛提供的这些线索还不足以促成警方破案。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案件调查毫无进展，直到1周后的一天晚上，艾玛在酒吧演出时，依稀看到台下的人群中有一名男子跟其案发当晚见到的陌生男子比较相像。艾玛随即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来到后台，委托酒吧工作人员给警方打去了电话。约翰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队赶到现场，封锁了酒吧，并根据艾玛的描述，很快排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然后将他们带回警局盘问。艾玛作为关键证人，也跟着来到警局协助警方调查。约翰在简单盘问完几名可疑人员后，又勒令他们站成一排，并将2名警员混入其中，让艾玛透过单向玻璃仔细辨认凶手。不成想，视力正处于恢复期的艾玛偏偏将一名警员当成了凶手，而且这名警员在案发期间一直在警局值班，绝无犯案的可能。约翰对此大失所望，再次对艾玛的视力和判断力产生了怀疑。不过案件不久就迎来了转机。2天后的下午，艾玛带着自己的导盲犬前往医院复查了一次眼睛。离开医院时，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就在他牵着导盲犬穿过医院的停车场，前往附近的地铁站时，走在前面的导盲犬忽然停下脚步，像是看到了什么。没等艾玛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导盲犬就挣脱牵引绳，独自跑到了一辆汽车的旁边。艾玛赶忙跟了上去，看到地上掉落着一条造型别致的十字架项链。可是没等他捡起这条项链，就听到导盲犬开始冲着一个方向狂吠不止。艾玛朝着这个方向望去，见到一个模糊的男子身影正在向自己逼近，对方看上去很像莉莉遇害当晚艾玛在门前走廊里看到的可疑男子，而且此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而特殊的香皂味道。艾玛立时陷入惊惧状态，慌忙捡起导盲犬的牵引绳，想要马上离开这里，但导盲犬却再次挣脱绳索，冲着可疑男子扑了过去。结果还没跑到对方跟前，就被一辆忽然启动的汽车撞倒在地。可疑男子趁此机会逃离了现场，
撞倒导盲犬的肇事司机赶忙下车向艾玛连连道歉，并将导盲犬送往附近的宠物医院救治。宠物医生经检查确认，导盲犬被撞断了一根肋骨，需要住院治疗。艾玛既心疼又无奈，好在她的视力已经恢复了很多，即使没有导盲犬引领，也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安顿好导盲犬之后，艾玛借用宠物医院的座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等约翰赶到时，艾玛将刚才在医院停车场遇见可疑男子的情形如实相告。根据此人的容貌和身材，以及身上散发的肥皂味，艾玛怀疑对方正是杀害莉莉的凶手，而且她觉得对方盯上自己的目的很可能是打算杀人灭口。约翰虽对艾玛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跟着她来到医院停车场搜找了一番。可疑男子自然早已不在这里，艾玛此前在地上见到的十字架项链也已不翼而飞。约翰只得拿出几根项链让其辨认。艾玛果然精准辨识出自己在地上看到的项链和2名受害人死时脖子上戴着的十字架项链几乎一模一样，这让约翰不得不相信艾玛确实撞见了凶手。因为警方此前并未对外公布凶案现场发现的2条十字架项链的信息，为了防止艾玛遭凶手灭口，警方派出几名警员24小时轮班对其实施秘密保护，约翰也在其中。在接下来的2周时间里，凶手一直没再出现，约翰则在尾随保护艾玛的过程中，渐渐被这个女人的魅力折服。这天晚上，他见到艾玛的主治医师白医生忽然来到艾玛的公寓楼下，向艾玛当面求爱。尽管艾玛婉拒了白医生的表白，但约翰仍旧对此醋海翻腾。等到白医生离开，艾玛回到家后，本应该蹲守在公寓门口的约翰忍不住敲开了艾玛的屋门。其实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相处，艾玛对约翰也心生好感。此次约翰大着胆子主动示好，艾玛也是情难自禁，2人当晚就睡到了一起。此后的几天里，约翰主动向警局领导申请，独自包揽了保护艾玛的任务，2人得以天天泡在一起。警局领导觉察到约翰借着工作机会和艾玛出双入对，对其十分不满。恰在此时，连环变态杀手又犯下了第3起命案，此次的死者是一名中年妇人。案发情况跟前2起案件相似，凶手在杀完人后侵犯了尸体，放干了受害人的血液，并在其脖子上戴了一条十字架项链。与前2起案件唯一的不同是，第3名死者的年龄明显比前2名死者大不少。警方原本以为凶手只会对年轻的女性下手，现在看来，受害人的年龄并不能成为凶手犯案的特征。眼见案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警局领导将约翰召回了警局，勒令他尽快揪出连环杀手，保护艾玛的工作则交由其他警员负责。约翰只得从命，开始认真研究案情和走访调查，忙得3、4天都没去和艾玛约会，这让刚刚陷入热恋之中的艾玛非常不满。这天晚上，艾玛在下班后百无聊赖地回到家中，结果惊恐地发现自己卧室的穿衣镜上不知何时被人用口红画了一双鲜红的眼睛。艾玛立马想到是连环杀手所为，她赶忙打电话联系上了约翰，希望对方立即来自己家中。但约翰此时正在警局加班，一时之间无法脱身。异常恼怒的艾玛竟避开守在自家门口的警员，偷偷翻窗，从消防升降梯溜出公寓，然后跑到警局质问约翰为何好几天不见人影，是不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真被工作搞得焦头烂额的约翰见艾玛居然私自避开保护他的警员，跑来警局给自己找难堪，跟他说话的语气难免有些生硬。2人随即在警局内大吵了一架。吵完架后，艾玛气冲冲地独自离开了警局。在地铁站等候回家的地铁时，她再次看到了疑似凶手的陌生男子。这时一列地铁刚好进站，艾玛慌忙跑进车厢，谁知陌生男子也跟着走进了另一节车厢。此时已是深夜时分，艾玛的车厢内并无其他乘客，艾玛只得朝着陌生男子所在车厢的相反方向跑去。可是她接连跑过2节车厢，却没能见到1名其他乘客。好在跑到第3节车厢时，艾玛终于遇到了3名女乘客。可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向3人求助，就见3人全都扭过头望向她。艾玛这时惊恐地发现，这3名女乘客竟是被连环变态杀手杀死的3名受害人。除了莉莉之外，艾玛此前在协助警方调查时，也见过其他2名受害人照片，她因此对3人的相貌都非常熟悉。难道是自己见鬼了吗？艾玛没能想清楚这个问题，就被吓得当场瘫倒在地，晕了过去。陌生男子随后追上来，唤醒了艾玛。唤醒他的陌生男子也不是什么凶手，而是负责保护他的一名警员。看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他的一场幻觉。
为了搞清楚自己为何会出现幻觉，第二天一大早，艾玛在警员的陪同下来到医院，让白医生给自己的大脑和眼部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艾玛眼睛的恢复状况相当不错。白医生觉得她可能是精神紧张过度，才产生了幻觉。在给艾玛做完检查后，白医生习惯性地拿出一块肥皂，仔细清洗了自己的双手。艾玛猛然闻到白医生使用的肥皂味道和自己此前从疑似凶手身上闻到的肥皂味道完全一样。难道杀害并侵犯3名死者的凶手是眼前的白医生吗？不过艾玛没有将自己的怀疑说出来，而是强作镇定地声称白医生洗手的肥皂味道很好闻，询问他从哪里买来。白医生回答称，这种肥皂是医院里专门定制，里面添加了抑菌成分，市面上应该买不到。艾玛听闻此言，更加重了对白医生的怀疑。尽管如此，在离开医院后，他没有将自己的发现告诉身边的警员，以免草率行事，冤枉好人。艾玛现在的想法是尽快找到约翰商量对策。然而，约翰此时正前往另一座城市出差，不在当地警局。原来就在今天凌晨4点钟左右，连环杀手又犯下了第4起命案。此次的被害人又是一名年轻女孩，案发的城市和艾玛生活的城市之间还比较遥远。艾玛从约翰的领导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时在心里排除了白医生的嫌疑。如果白医生是凶手，对方昨夜在异地作案，今天早晨根本赶不回医院上班。艾玛怀疑凶手可能是白医生的某个同事，否则凶手身上怎么会沾染白医生任职医院专门定制的肥皂味道呢？艾玛随后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约翰警局的领导，然后继续前往酒吧上班。第二天中午时分，出差回来的约翰带回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发现4名受害人之间彼此素不相识，但是除了第2名受害人莉莉外，其他3名受害人在近期都接受过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并且他们受捐的器官全都来自一个名叫雅妹的年轻女孩。雅妹在几个月前在车祸中丧生，死时只有20多岁。巧合的是，艾玛的眼角膜也是来自雅妹，而雅妹在生前特别喜欢佩戴一款吊坠式十字架的项链。约翰据此推测，凶手应该是雅妹的狂热迷恋者。虽然是雅妹的家人决定捐献雅妹的器官，可是凶手却对雅妹器官的受捐者极为憎恶，认为是他们夺走了雅妹的身体，所以才将他们杀死泄愤。每次杀完人后，凶手又侵犯了死者的遗体，并给他们戴上十字架项链。或许他是将自己对雅妹的迷恋移情到了受捐雅妹器官的受害人身上。至于最后放干受害人体内的血液，则是让他们在死后身体器官迅速衰竭，以避免他们身上的雅妹器官再被2次移植。根据约翰的判断，住在艾玛楼上的莉莉遇害应该是凶手的一次失误。凶手原本行凶的对象是移植了雅妹眼角膜的艾玛。约翰已经查过，艾玛在做角膜移植手术时，负责帮她登记个人信息的医生写错了她的地址，将她居住的公寓2楼误写成了3楼。艾玛因此逃过一劫，而住在其楼上的莉莉则成了她的替死鬼。通常情况下，无论是器官捐献者还是受捐者，个人信息都对外严格保密。约翰怀疑凶手很可能是一名能够接触到患者信息的医护人员。现在只要排查雅妹的交际圈，以及确认是哪家医院负责执行她的器官捐献，应该就能锁定凶手的身份。就在约翰向警局领导汇报线索的当天晚上，白医生忽然来到雅妹家中，向她传递了一个消息。就在今天早些时候，给艾玛捐献角膜的雅妹的母亲委托其私人律师联系上了白医生，说是雅妹母亲丧女后忧郁成疾，恐怕时日无多。老太太在临死之前想见一见雅妹角膜的受捐者。艾玛听到这个消息，出于感激，自然不想违背雅妹母亲的临终遗愿。白医生离开后，负责保护艾玛的警员就驱车循着白医生提供的地址，带着艾玛赶到雅妹母亲的住处。抵达目的地后，警员忙着找位置停车，艾玛则先行下车，敲响了雅妹母亲的家门。结果敲了半天，屋内始终无人回应。艾玛以为主人不在家中，只得转身离开。这时，他远远看到驱车送他来这里的警员正在对面的一间车库里按响车喇叭，像是提醒他过去。艾玛于是径直走向车库，等他走进警员开来的汽车时，赫然发现警员竟已遭人割喉，死在了车里。艾玛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凶手的圈套，凶手应该是假冒身份，利用白医生传递信息，将他引诱到了此处。想到这里，艾玛转身就跑，结果很快被躲在暗处的凶手追上。凶手旋即将他拖回车库，并关上了车库的大门。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约翰已查明了雅妹的身份。雅妹是一名护士，其上班的医院正是白医生任职的医院。不仅如此，雅妹遭遇车祸身亡后，她的家人将她的遗体交给了她供职的医院，委托院方执行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也就是说，雅妹工作和捐献器官是在同一家医院。约翰随后在排查雅妹的人际关系时，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戴维，以前是雅妹工作医院的一名清洁工。据说这个戴维对雅妹极为迷恋，多次向她表白，但都遭到了拒绝。雅妹去世后不久，戴维就辞掉了医院清洁工的工作。约翰立即循着医院提供的地址，带队赶往戴维家中。而另一边的凶手在制服艾玛后，在他的面前主动自曝了身份。正如约翰的推测，连杀4名女性的凶手正是医院的清洁工戴维。戴维的杀人动机、作案手法以及误杀莉莉等情况，都和约翰的推测如出一辙。在意识到自己杀错人之后，戴维又多次想要对艾玛下手。他先是在医院的停车场意图袭击艾玛，然后在艾玛家的穿衣镜上留下涂鸦，以示恐吓。最后假冒雅妹母亲的身份，利用白医生将艾玛引诱到了自己家中，准备在这里将其杀害。危急关头，艾玛想起约翰曾告诉过他，负责保护他的警员的汽车储物箱内藏着一把手枪，危险的时候可以拿来防身。于是艾玛瞅准机会，一把推倒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戴维，接着冲向警员开来的汽车，从储物箱里摸出了这把手枪，然后对着戴维连开2枪。可是因视力尚未完全恢复，再加上情绪高度紧张，艾玛的这2枪都没能击中戴维。眼见戴维扑了过来，艾玛急中生智，开枪打碎了车库内唯一的吊灯，车库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凭借着失明时练就的敏锐听觉，艾玛很快辨识出戴维的位置，并果断朝着他扣动了扳机。伴随着一声枪响，戴维应声倒地。此时正赶到戴维家附近的约翰和一众警员听到枪声，一起冲向了车库。等他们合力打开车库的门时，见到戴维早已中弹身亡，艾玛则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故事的最后，警方认定艾玛枪杀戴维是出于正当防卫，对其免于起诉。而解除危险的艾玛从宠物医院里接回了康复的导盲犬，她和约翰的关系也更进一步，两人一狗从此开启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本期的故事来自于1994年上映的好莱坞惊悚悬疑片《战悚目击者》，又被翻译成眨眼。影片视觉延迟现象的设定其实比较新颖，可惜编剧对这个设定利用不充分，故事的整体编排也略显老套，因而没能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剧情和视觉延迟的设定后来被港剧《刑事侦缉档案》抄袭，后者曾被无数剧迷奉为经典。实际上，其中每个案件的故事都是从其他影视剧中借鉴而来。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让甜橙的声音长期陪伴您吃饭、开车、睡觉、洗澡、化妆、做家务。下期见。